大家好，我叫黄斌，来自一本地产旗下的中介养成计划。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新加坡的住宅房产，希望可以帮你找到最有价值、最喜爱的房子。那么新加坡的房产有哪些种类呢？第一类呢，我们叫做 HDB。新加坡的特殊在于82%的国民住在政府修建的政府组屋里面。HDB 以外呢，我们还有执行公寓和有地住宅。首先呢，我们来讲 HDB。HDB 的全称是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中文呢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自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为国人建立了大量的政府组屋。HDB 的总裁蔡君炫曾经说，李光耀先生是推动新加坡政府组屋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居者有其屋的主张，给了国人与这个小国共进退的决心。没有他，也许新加坡人今天没有能力负担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建屋发展局呢，也没有这个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住宅的光荣使命。那么 HDB 这样的全民住宅供给，谁有资格可以购买呢？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可以组成家庭单元就可以购买唯一的 HDB。对于外国人来说呢，也许您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 ，HDB 的最大的意义在于理解新加坡的住宅方针。政府希望住宅是大部分民众都可以承担得起的。讲了 HDB 呢，我们来讲第二种 Executive Condo。执行公寓，执行公寓呢是新加坡建屋局为国民提供的一个升级居住环境的最佳选择。执行公寓呢，在前5年内购买资格与 HDB 类似，但是呢，在市场上来看，执行公寓的性质跟公寓更像，是一个投资的选择。执行公寓呢，在前5年以内只有新加坡人可以购买，但是5到10年呢，永久居民就可以购买了。满了10年以后呢，执行公寓完全私有化，外国人也可以购买。讲完了执行公寓呢，我们来讲第三种。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寓 condo。公寓呢，出现于1974年，新加坡的第一个公寓叫做 Beverly Mile。在公寓出现之前呢，新加坡民众只有2种选择，第一种是政府组屋，第二种是有地住宅。那么公寓的出现呢，很好的填补了这个市场中段的空白，也给了外国投资者您呢非常好的机会进入到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今天的最后一种呢，就是有地住宅了。新加坡的有地住宅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房产类型，早年呢只有家业殷实的国人才可以拥有。有人说新加坡的有地住宅是最安全的投资，但是呢，新加坡本岛的有地住宅只有国人可以购买，永久居民如果可以证明卓越的经济贡献，也有可能获得购买许可。那么对于外国买家来说呢，您可以购买的有地住宅就是在圣淘沙岛这个旅游胜地上了。介绍了新加坡住宅房产的类型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地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地契是70年的，那么新加坡的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来说，我们有99年、999年和永久地契。999年和永久地契，我们统称为永久地契。一般来说呢，我们忽略不计它们的区别。那么永久地契的地是怎么来的呢？在新加坡建国之前，已经拥有这块地的主人向政府做了报备，那么这块地就继续是永久地契的了。那么99年地契又是怎么来的呢？新加坡建国以后呢，政府出售的地皮都是99年地契。那么99年以后呢，这块土地又将何去何从？原则上来说，政府会将这块地皮收回，用于未来的土地拍卖。您的问题可能就来了，是不是永久地契的就一定是最好的投资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买入的价格。一般来说呢，99年的公寓跟永久地契的公寓相比，在其他条件大致一致的情况下，永久地契的公寓会比99年的贵20%到50%。永久地契的公寓呢，大家认为可以传给下一代，世代永流传。99年的公寓呢，则会被政府收回，用于未来的土地拍卖。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永久地契的公寓可以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吗？首先呢，第一个问题要澄清的就是，购买永久地契的公寓的屋主真的拥有地皮吗？其实不是的，您购买的是这个公寓的空间的使用权，但是这块地皮呢，依然是属于开发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房子的质量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一直传给下一代吗？显然是不可以的。所有的房子呢，到了不适合居住的时候，都需要被开发商集体收购，再重新改造。讲完了公寓的地契问题呢，我们来讲有地住宅的地契。如果您将来有可能入籍新加坡，或者您是一位有卓越经济贡献的永久居民，那么永久地契的有地住宅将是您不二的最佳选择。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讲呢，您可以购买的99年地契的圣淘沙有地豪宅，不只是海景、地位，还有非常优质的社区和邻居。那么对于圣淘沙的有地豪宅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联络我。那么讲完了新加坡的房产类型和地契这2个基本的知识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的整体房价如何。新加坡呢分为28个游区，最老牌的富人区在 D9 和 D10， 市中心的金融区呢在 D01、D2、D6 和 D7。D9 的公寓最近3年的成交价的中间价在每尺2100新币左右。换算成每平方米呢，就是22000新币，也就是人民币的11万。D10这一区呢，最近3年的成交价的中间价是1900新币每平方尺，换算成每平米呢，就是2万新币，也就是人民币10万左右。那么这个价格呢，跟国内的北上广深比起来，是不是依然非常的合理呢？那么讲完了新加坡公寓的整体房价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地住宅的整体房价。最富有的 D09这一区呢，5级芝麻区。有地住宅近3年的成交记录的中间价是每平方尺1800新币，也就是每平方米19000新币，换算成人民币呢是每平方米95000人民币。那么新加坡的有地住宅呢也有价格非常合理的，比如说我们的 D18区巴西利但宾尼区这一区的最近3年的中间价是每平方尺400新币而已，也就是每平方米呢4300新币，换算成人民币呢是每平方米22000人民币。那么这个价格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合理呢？那么讲完了新加坡房产的类型、地气和整体的价格以后呢，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买卖房子的税了。买房子的税呢，对于外国人来讲可以高达24%。这个24%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有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买家印花税，这个税呢是所有购买屋子的人都要给税务局提交的一个税种，笼统来讲呢就是2%到4%，取决于您的购买价格。不同价格的区间的百分比是不一样的，就像个人所得税一样。第二个呢是额外买家印花税，这个税呢是外国人购买第一套房子或者新加坡人购买第2套房产会产生的一个税种。对于外国人来说呢，第一套房子的额外买家印花税就高达20%。那么新加坡买房的税呢看起来很高，但是不要惊讶，正因为如此呢，新加坡的房产市场跟国际上一线的大都市不同，它的泡沫极小。投资非常的安全稳健，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也没有发生大幅度的下滑。那么讲完了买家印花税呢，我们再来看卖家印花税。2011年卖家印花税被政府引入市场呢，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恶意的炒房，快速转手来赚差价。那么卖方印花税呢，要求购买这个房子的屋主必须持有这个房子超过3年，卖房子的时候才不会产生卖家印花税。好的。讲完了新加坡房产的基本知识以后呢，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叫黄斌，2003年15岁来到新加坡求学，2009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软件工程专业，专业第一。2010年获取麻省理工计算优化硕士。我的职场生涯呢，涵盖了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这2个行业。那么现在呢，我把我的精力放在了房产这个行业，希望我的知识、专业技能可以帮您挑到最满意的、有价值的投资的房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黄斌，如果您想了解新加坡最新的房产资讯，请通过微信或者 WhatsApp 联络我，我会将最新的资讯报告发到您的手上。我们下次见。